蒙古旅游要避雷吗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有答案了。蒙古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蒙古，乌兰巴托。我想说，日落肯定是一绝，一南一北两个地方，南边的宰桑它是最出名的，推荐你们傍晚的时候去。开灯了以后，这个星星点点的，就跟蜡烛一样，好漂亮。另外一个是北边的棚户区，好好看的，这边真的绝了，你看。据说80%的蒙古人都住在首都乌兰巴托，但显然市区里的商品房并不是大部分人的选择。棚户区是什么样呢？放大一点给大家看，就是一块山地，我们把那个篱笆或者栏杆围起来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蒙古包，然后有一个现代的房子，其他人也是这样子，上头就是一个城市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地方吗？就是这个山谷这里，这个山谷正在盖大量的商品房，那边非常的豪华。眼前呢，就是这样满山的棚户区，这里还只是小小的一片。等一下。看右边，哦，还没完呢。再看右边，越靠右边越多。对了，你有听过乌兰巴托拉拉链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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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，你可以来这里感受文化的碰撞。苏蒙或者说俄蒙的碰撞。乌兰巴托火车站这边升旗，俄罗斯在中间呢，然后蒙古在旁边，还有个蓝的，不知道什么，想表达什么？欧盟吗？这个是俄语，这个是蒙古语，这个是蒙古的火车，很像上世纪的古董。厕所 room tour 一下，哇哦，也就那半天，这里停半天，其实好像是这里这样子。而新火车你也可以从涂鸦看出来到底是谁送的。对了，如果在蒙古游泳，你将体会到苏联式的规矩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这条帖子去看一下。东蒙这边这条叫北京街，在这边中文也可以用啊，看有中文，这边有中文，这个也是中文。蒙古人特别喜欢去二连浩特购物，大家是在一起的准备这个过关。对他们来说，有点像我们去香港、去澳门一样。我现在是坐在这里，嗨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砍一刀，但你也能看到很多拼多多的商品。这边这个垃圾桶居然有中文的，还有英文的。除此之外，周边的特勒吉公园也跟新疆非常的像。哇，这边好像新疆啊。当你搜索甘丹寺，你会发现一个在西藏，而另一个就在这里。西藏也是这样，黄黄的墙。韩蒙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相信也是大家的刻板印象。韩国的，确实，在乌兰巴托，韩国元素遍地，连这饭团都有啊，韩国供应链直接干到来这里啊。韩国料理，韩料店看一下，韩国便利店，还有刚发现了两个很震撼的事情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他妈是蒙古啊！第二个，说到蒙古，原来是阳台是可以放蒙古包的。日蒙，路上能看到的基本都是日系车，尤其是它省油王普锐斯，还有普锐斯，感觉这边的普锐斯比那丰田的博物馆还要齐全，这就是普锐斯之城乌兰巴托。但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，就是道路上是左舵的，就是跟国内一样的，但是车你看，所有人都是右舵的。再来一个，所有人都是右舵的。虽然你可能会抱怨乌兰巴托的堵车，但我认为交通是他们的一大特色。先说公交，和国内很像，有很新的公交，好像都是在前面上。也有从韩国淘汰下来的古早型公交。打车
这边打车不用软件，这个软件上怎么都叫不到车，而是一种很神奇的方式。我就只能够伸手打车体验一下。这边打车非常有趣，你只需要站在路边，伸出手，愿意停下来的，它就是出租车了。对了，温馨提示，如果想记录，记得提前打开镜头哦，否则手刚举起来，车就会停下了。我刚刚就伸手拦一个车，然后那个司机停了，他就示意我上车，就是没有说走不走这回事，只要他停下来就肯定是能走，不管你去哪。如果你不想堵车，也不想走路，那这个软件可以帮到你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解锁电驴、解锁滑板了。试过了，尤其是在大堵车的时候，特别爽。咱们也是在胡志明受过锻炼考验的人。这个软件支持中文以及微信支付，可以说对我们非常友好了。反正我在蒙古4天，基本上就靠它到处穿梭了。在蒙古吃什么呢？你的骑手即将送达，当然是吃它们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喜欢吃肉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少，而且这边的分量给的真的超大，有点过于丰盛，好像有点太饱。很多人会关心安全吗？排华吗？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安全的。白天在市区，你不会感受到危险；傍晚走进棚户区，也能全身而退。哇，好凶啊！那种。哦，sorry。至于排华，我觉得不排华，跟着他去，他现在带着我。相反，我感受到了蒙古人民非常友好。Where do you come from? Come from China. China. Yes. 中国话。中国话。You speak? 说5个例子吧。第一，在饭店的时候，店主英文不好，其他食客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主动过来用简单英语帮忙沟通，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第二是晚上在等公交车很久都没来，蒙古市民会用本地的软件帮我查看车到底在哪里。第三，在便利店买单的时候，在这个 Nice to see you 这里压力过载。刚刚那个收钱那个小姐姐很好人，就我一下子找不到我的信用卡，翻遍所有口袋都找不到，然后有点着急。然后她跟我说没有关系，可以慢慢来。我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队，但他们也没有要催我的意思。第四，在蒙古的火车上，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友善的年轻人，他给我讲解了很多蒙古的趣事，极大丰富了我对蒙古的认知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当我们都望向窗外时，他说眼前这片草原，过往只是戈壁，今年降水特别丰富，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。临走时，他还送了我一包松子。总之，非常感谢他。第五，也是我最感动的，在回国的那天，我在边境城市没有网络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搭车，很严重的问题。我现在手机没信号，然后现在完全查不到，我要怎么办？说真的，当时是有点崩溃的。糟了！我很幸运的是，这位蒙古女孩帮助了我，她简直是天使。No, because I think they take the WeChat Pay or something. What they say? No, it is set online. 他带我去换钱，带我去找车，一路帮我翻译。这个是在排队过关的耶！天哪，太夸张了！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在长长的车龙里，一辆一辆车去问哪个才是回国最快的。 This is like first line. This is the first line. Okay. 就这样一辆一辆的问，终于找到了一辆有位置的车。他让我马上上车，因为这台车马上就要过关了。就这样，我搭上了最快回国的车，而他则需要回到队伍里面继续等待。也因为事发突然，没有留他联系方式，都没有办法亲口跟他说谢谢。所以说到这里，你觉得蒙古人会排华吗？那为什么会发这个帖子呢？起因是我刷到了一篇蒙古避雷帖，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误解，觉得有点难过。和我一起从俄罗斯去蒙古的台湾小哥说，没想到蒙古这么好，感觉之后还会再来。这就是去过蒙古的人真实的感受。如果因为一些博眼球的避雷帖，就让很多人先入为主的讨厌这个地方，从而错过，我觉得非常可惜。最后，蒙古到底要不要避雷呢？我觉得大家看到这里应该有答案了。总的来说呢，如果你想体验不同的文化，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，那我觉得蒙古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相反，如果你是想验证某些不好的假设，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了，浪费钱还不开心，何必呢？就这样吧，祝大家在蒙古玩得开心，拜呀啦！你说中国在变得很摩登、很现代之前是怎么样的呢？好像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小时候的广州也是这样。某些地方好好看，某些地方脏脏破破的，然后所谓的这些好看，就会变成了千禧年梦和风。罗湖好像也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超现代的建筑，比如这个。